手上有个穴，轻轻按一按，让你在生产的时候不痛又快速。胡乃文开讲喽！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乃文医师。恭喜你怀孕了，要养好胎才能够无痛生产。怎么样养好胎呢？好，那我们来谈谈这个事儿。刚刚怀孕的第1个月叫做胚胎，第2个月叫做始高，第3个月叫做始胎，也就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胚胎时期。这个时候呢，要特别注意，不可以剧烈的运动。到了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以后呢，就是木火土金水的气开始在这里养这个胎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运动是可以接受的，只是不要太过度激烈就行了。到了10个月的时候啊，那五脏六腑关节人等等都已经开始啊，就所谓的已经都具备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准备生产。那么古书里头记载，在最前面这段时间开始就要注意的，他讲受孕分房宜静养，就是说一旦受孕了就要分房，而且呢要静养，就是说要安静，让这个胎呢能够在身体里头长得好。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注意吃的啊，吃的东西它的味道不可以过度。这就是让这个脾胃能够安和，而且还要调气喜怒防惊恐。也就是说，你在食物上面，在情绪上面都要注意，不可以惊恐，不可以什么。然后起居又要避风寒。所谓避风寒，就是说不要感冒了。万一感冒的话呢，尽量的不要随便乱吃药物，不管是中药或西药。那么当然，感冒的时候看中医的话呢，这个中医他会根据你已经怀孕了，才要给你的药，就特别的小心。例如，我常常见到这样子的病人，就是怀孕初期呢，他觉得，哎，我怎么搞的，感冒了，咳嗽了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看古书里头写到有一个处方哈，这个处方呢，他就是说用生苏饮加四物汤，那么这样子的方子才能够治这种感冒。假如说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尽量的吃了其他的任何的感冒药或者咳嗽药，很可能都还不好，连中医都这样子特别注意啊。还有呢，生菜生肉也是要小心，因为生菜生肉吃了可能有寄生虫的问题，搞不好呢会使得这个胎儿啊受到影响。还有喝酒，当然是要特别注意。所以古人讲，不要樽酒后味。所谓不要樽酒后味，樽酒就是很浓烈的酒或很好的美酒啊，后味就是很重味道的，很重味道的。像现在的人最常吃的就是什么麻辣锅啦，或者很咸的拉面啦等等啊，那么这都不可以。还有中医药也是一样，像薏仁里头含有一种东西，现在的医生他说叫做薏仁醇。薏仁醇呢会使得子宫收缩，所以容易流产。古书里头还有记载啊，例如说有一个东西啊叫山楂的，山楂其实是帮助消化很好的药物啊，可是孕妇，你要是消化不良，你还是给我小心点，山楂不要随便的进入你的这个胃当中啊，那可能会造成流产或者其他的不好的状态。还有啊，我在临床上看到有一些人啊，他们说生出来的小孩子哈，容易产生这个异位性皮肤炎。他们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的？异位性皮肤炎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病哈。这个宝宝异位性皮肤炎呢，例如这个四弯这个地方都会起湿疹，而且是所谓的过敏性的湿疹，痒得不得了。我曾经看过，不只是在这四弯的地方，四弯就是肘弯弯、膝盖弯啊这几个地方。那还有呢，我看到过有小孩子全身性的被搔抓到烂，而且这个孩子呢还是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。后来我就常常会问啊，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些什么？大部分的会跟你说喜欢吃螃蟹啦、虾子啦之类的这种海鲜，所以后来呢就容易得这种问题。
怀孕期千万注意不要吃虾蟹类的海鲜，那么可以保证你的孩子不容易得这种皮肤病。另外，怀孕初期的时候啊，还要注意哈。有的人他也许这里疼痛了，那里不舒服啦，然后呢就去找针灸医生给针灸。那这个针灸啊，有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它可能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刺到了不该刺的穴道。那么其中呢，包括了什么肚皮上的穴道啦，还有手脚上面有一些穴道啊，不可以随便的扎针。那么犯到了，有可能就流产。还有就是啊，这个我们刚刚讲的3个月之前这段时间呢，要好好的养胎安胎，而且要胎教。3个月之后呢，还是一样注重胎教，可是要注意，为了将来容易生产，要多走路，可以做轻微的运动，还有呢，可以常常爬爬楼梯，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生产。我记得，我自己的太太那个因为她是做护理工作的，所以呢，她在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工作啊，是经常的要多走路啊，一下子去叫病人，一下做这个，一下做那个。后来在生产的时候呢，好像是才几个钟头就生产了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用按穴道就可以让她很快生产，但是因为常走路，所以生产的非常的快速。其实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让你不痛又能够很容易生产，那就是穴位。手上有个穴叫做合谷穴，脚上有个穴叫做三阴交穴。合谷穴呢，就是在虎口上面啊，很容易找得到的，就是在虎口上呢，你可以用大拇指的横纹这个地方碰到虎口，然后呢，大拇指所指的这个穴道就叫做合谷穴，可以在这里压按。还有呢，就是在脚内踝往上4个指头，也就是3寸的地方，有一个穴叫做三阴交穴。你在这2个穴道给它压按，那么就容易生产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太太啊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什么娇滴滴的吧。那么她在怀孕末期的时候要生产了，那么她会怕痛。那么我这个朋友刚好是学中医的，所以就给他在合谷穴以及三阴交穴这个地方呢，给他扎个针。扎了针以后呢，很快的就送进产房，没多久啊，不到1个钟头就生出来了。怀孕的时候注意，刚才讲合谷三阴交，它是可以助分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特别小心，在怀孕初期到这个分娩之前这段时间，这2个穴道就不能随便的扎针，也不可以随便的按摩，因为按摩了有可能流产。有的时候呢，会有所谓的难产。尤其现代科学啊，已经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啊，就是说用什么超音波啦，或用 X 光了，就能够知道孩子将来会顺产或难产。我有个学生呢，他的太太呢，在超音波的观察之下呢，他一定是难产，因为是脚在下，头在上，已经快分娩了，都还这样，都还没有转过来。因此呢，他就来问我该怎么办。现在开始啊，每天吃一个处方，这个处方呢叫做13味安胎饮。13味安胎饮呢，又被称之为保产无忧方。那么在初期的时候就可以吃，就可以就是安胎保胎，所以叫做安胎饮。那么在后头可以吃呢，就叫做保产无忧。那么我常常劝我的病人啊，7个月的时候开始1个星期喝1铁，8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吃2铁，然后到了快要生产之前每天吃1铁，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很容易生。结果那个学生他的太太呢要生产的时候明明是难产，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说，好，从现在开始每天吃安胎饮，每天吃13味安胎饮。没想到最后仍然是脚先出，但是却顺产。由此可见，中医也有很多的药方子可以让你不需要开刀。无痛分娩的方式呢，就是在脊柱这个地方啊，打一个药物，让它呢
能够达到就是下肢或者是肚子这个地方有麻醉的这种状况，然后呢，他就不知道痛，以至于生产的时候就不痛。可是呢，他要冒一个危险，就是将来容易腰痛。所以呢，我们假如说能够利用中医的方式按一按就能够生产的话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事情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假如喜欢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小铃铛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